19岁那年，顾金燕哄着我偷尝了禁果。6年后，她如当年哄我那样，将年轻娇嫩的实习生抱坐在了膝上。所有人都以为，就算亲眼撞破他有别的女人，我也不敢提分手2个字。可这次，我忽然就腻了。暴雨倾盆的夜，我拖着箱子离开。许久，顾金燕才漫不经心地打来电话：“雨太大，你可以明天再走的。”我未应声，贴在耳畔的手机忽然被人拿走。下意识回头，却被他字后紧紧抵在落地窗上。通话切断时，沈宗年贴在我耳畔说：“李曼，雨这么大，不如你今晚留宿我家。”我推门进去时，顾金燕腿上正坐着个年轻姑娘，米色丝质衬衫，黑色一步裙，秘书办实习生的统一装扮，略有些成熟之性，却被小姑娘穿得青涩。看到我，那姑娘瞬间羞得不行，正着就要从顾金燕身上下来，可她只是撩起眼皮，淡淡看了我一眼，手却抱得更紧了一些。别怕，有我呢。她顶着那张风流倜傥的脸，哄人的声音却温柔无比。恍惚间，我忽然想起我的19岁，她也是这样哄我的，哄我和她接吻、拥抱，哄我跟着她一起去酒店开房，哄我不要怕，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她。而如今，同样的话，同样的温柔，却用在了更年轻的女孩身上。我忽然就笑了。顾金燕身上染着酒气，眼底蕴着一片迷离的醉意。李曼，你笑什么？我慢慢的敛了笑意，很轻的开口。顾金燕，我们就到这吧。说完，我不等她说话，也没去理会屋子里忽然安静的众人，只是将中指上戴了5年的那枚素圈戒指轻轻摘下来，放在了顾金燕面前的茶几上。我转身向外走，顾金燕没有出声阻拦，自然也没有起身追我。我们在一起5年，她早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港城新贵，而我只是电视台不入流的小主播，所以哪怕亲眼撞破她有了别的女人，但也没人相信我会提分手2个字。关门时，我听到背后传来的说话声：“曼万姐只是一时下不来台而已。燕哥，你晚上回去好好哄哄。”不需要。顾金燕笑了一声：“你们不如去问问他，他敢分手吗？这么多年是我给他的落脚之地，是我给了他一个家。”顾金燕气定神闲，又高高在上，他不敢，也舍不得。我攥着门把手，站着没有动，挺直了脊背，可眼泪却又忽然滂沱。年少时，因为他承诺给我一个家，所以孤苦伶仃的我才会被打动，沦陷。而数年后，曾经的承诺却成了今日刺向我心口的利剑。果然，最亲近的人才最是知道如何狠狠地伤害你。我用了3天时间宅在家中收拾行李。这3天里，很多共同朋友在旁敲侧击地问我，我都没有回复，只是心如止水地将自己的所有东西一一打包。最后要离开的那天晚上，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整栋房子，确定连自己的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，这才叫了车。搬家公司的货车将行李全都拉走后，港岛忽然下了暴雨。雷暴天是我最惧怕的天气。年幼时，我的父母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双双离世的。而曾经每一个这样的雨夜，顾金燕都会陪着我，我曾无比依赖。只是现在不需要了。出租车载着我驶入漫天瓢泼大雨中，我看着车窗上瀑布一般的流水，正在发呆，车子却忽然失控抛锚，骤然刹停。后方的车子来不及躲避，追尾撞了上来，好在并不严重。我惊魂未定地向后看去，雨是那样大，那辆挂双牌的劳斯莱斯像是海上的方舟，静静蛰伏不动。出租车司机骂人的话还未出口，就猛地紧闭了嘴。一把黑伞撑开，穿黑色商务正装的男人走下车，金贵的皮鞋踩入溪流一般的雨水中，走到我的车子边。雨伞遮住滂沱的雨，雨伞下露出男人冷峻英挺的脸。我无比意外，错愕地睁大了眼。沈先生。沈宗年面无表情看着我，眼底渐渐漫出玩味。真巧。车子驶入沈宗年私宅的地库，司机刚下车，他就抬手捏住我的下颌，直接吻了下来。我吓得拼命躲闪，用力推他，可沈宗年直接扣住我的手腕，他的声音极冷。当初设局骗我时，想没想过有今天？我的手腕被捏得生疼，却又无言以对，只能喃喃道歉。对不起，沈宗年，对不起。不管当初我知不知情，是不是我本意，但沈宗年那次被算计，名声受损，却是实打实发生的事。别用这句话来敷衍我。李曼，上次我一根手指都没碰你，却背上一个强奸的罪名，那今日不如就将这个罪名坐实了。沈宗年抬手拭掉我唇角的水渍，我脸色惨白，怔怔然看着他。沈先生，别试图让我心软。他慢条斯理地拉下我的肩带。你该很清楚，我一向面硬心更硬。我绝望闭了眼，想到那场持续半个月的风波，想到沈宗年这个名字和强暴犯就此关联上，虽然事情被压下去，再无人敢提起，但当时因为这场风波导致他名声受损，因此错失了一个大项目，而那个项目最后落在了顾金燕手中。所以就算这件事本来只是个巧合误会，但沈宗年也绝不会相信的。他这样的男人又怎会甘心咽下这口恶气？不在这里好不好？我轻轻拽住他的衣袖，不抱希望的颤声求：求你了，沈宗年。沈宗年很淡的笑了笑，这些话不如留着在床上说。其实最近这1年，我和顾金燕已经很少同床，以至于我几乎要忘记了男欢女爱的滋味，以至于沈宗年还未和我完全契合，我就疼得忍不住捶打了他，又咬了他手臂一口。沈宗年，你先出去好不好？我全身都在抖，额上沁出了一层一层的汗。可沈宗年看起来也很不好受，他紧绷着脸，喉结剧烈滚了滚，声音沉哑：
看来你男人不行啊，李曼，能不能别提他？我垂了眼眸，我和顾金燕已经分了，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沈宗年忽然定定看了我一眼，而下一瞬，原本还寸步不让的他，却忽然后撤，抽身而出。我骤然松了一口气，攥着他手臂的指节也下意识松开些许。可紧接着，沈宗年却握紧我的腰，胸残凸起的火山撞上烧融滚烫的岩浆，我的指尖陷入他的皮肉，声音被撞得破碎不堪。窗外大雨如注，漫天喧嚣掩盖了此刻房间内所有旖旎的声响。凌晨时候，雨仍未停。沈宗年抱着浑身湿透的我来到落地窗前，手机忽然响起，一遍一遍不肯停歇，却是顾金燕打来的。我颤着手指接听，你搬走了？他的声音半点情绪不带。我的指尖贴着冰凉的玻璃，哑声应。是。什么时候？今晚。雨太大，你可以明天再走的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漫不经心，如此的可笑。我还未应声，贴在耳边的手机忽然被人抽走。下意识回头，沈宗年却已经将我紧紧抵在了落地窗上。他看一眼亮着的手机屏幕，贴在我耳畔，切断通话。雨这么大，李曼，不如你今晚留宿我家。我摇头，湿透的发粘在后背上，黑与白带来触目惊心的视觉冲击。沈宗年低头吻在我颈侧，再来一次。我没有拒绝，只是轻声问，两清好不好？沈宗年眼底的情绪忽然就变得冰冷了下来。他笑了笑，手指攥住我的长发，想要两清也可以。湿透的长发一圈一圈绕在他修长指上，他微用力要我紧贴向他，另一手扼住我下颌，将我的脸抬起。夜色沉沉，他的眼眸却比这夜还要深邃。那就让我坐实那个罪名，李曼，这样才算两清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。其实沈宗年手上并未用力，其实今晚之前的2次，我能感觉到他一直都有所收敛。若不然，我怕是早已撕裂受伤了。毕竟我们2人的身体差距实在太大了一些。他若是存了心，要出那口气，要坐实那个罪名，受罪的人只有我自己。也许是因为我们今晚做了男女之间最亲密的事，而男人女人一旦跨过那条线，很多东西无形间就变了味。莫名的，我竟并未有太多的恐惧，就那样仰着脸看着他，甚至还笑了笑。沈宗年，那你就坐实吧。只是有一点，我微微踮起脚，主动亲在了他唇角，我不想受伤，毕竟我的工作需要出镜的。大约是我第一次主动取悦了他。他垂眸迎合我亲吻时，声音也沉了几分。李曼，你还有第2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你主动一点，让我爽，也许我就放过你了。我瞬间睁大了眼眸。沈宗年这个人和顾金燕不太一样，他的风评一向不大好，上位这一路据说也不算干净。但近些年随着他的商业帝国逐渐庞大，其人也渐渐褪去了身上的江湖气。我还记得去年他接受财经报刊的采访时，金贵从容，沉稳内敛，甚至还有媒体人拍马屁，赞他是一代儒商。也因此，很多人几乎都要忘了，沈宗年不是世家豪门数十年心血培养出来的公子少爷，甚至10几年前他还在码头混饭吃，他的骨子里也根本没什么绅士风骨。怎么？沈宗年唇角勾了勾，怕了。我摇头，却又忍不住咬了咬嘴唇。不是，是我不会。沈宗年唇角的笑意渐渐淡了。谈了这么多年恋爱，姓顾的没教过你？我还未开口，沈宗年却又道，那天晚上不是挺会的吗？我瞬间脸涨得通红。当时我只以为是自己喝醉了才会失态，可后来才迟钝地反应过来，我的酒里大约被人下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要不然我就算喝得再醉，也干不出抱着男人不撒手，又要脱人家衣服这样的丑事来。当时我的酒里应该是被人下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我才会那样的。沈宗年垂眸看着我，脸上已经不带半点笑意。你没问过顾金燕给你放了什么东西吗？我有些错愕。沈先生，那件事只是个意外。但说完这句，自心底却也不免有些疑惑起来。当初顾金燕抢走那个项目时，我也想过会不会是他算计我，但当时我和顾金燕的感情还未曾破裂。人总是会在内心深处偏袒自己喜欢的人，而现在我和顾金燕已经彻底分开，所以有些想法忽然就开始改变了。沈宗年却忽然松开了手，他看着我的眼神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意兴阑珊。我去洗澡。说完就直接转身去了浴室。沈宗年从浴室出来时，我仍然站在窗边。雨下了一整夜，整个港岛都被漫天缭绕的水雾吞没，外面什么都看不清。我站在那里出神。沈宗年自后抱住了我，他身上还带着冰凉水汽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在想什么？想刚才说的那件事。沈宗年嗤笑一声，你不如先想一想怎么让我放过你。沈宗年，我没心情。可我话未说完，就被他低头狠狠吻住了。李曼，在我跟前还想着别的男人，你是不是觉得之前2次我对你太好了？他吻着我的力道渐渐加重，可眸底却含着一片霜雪。我忽然有些害怕，此刻的沈宗年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。我从他的眼底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，再来这一次，他不会再对我有任何的心慈手软。沈宗年，求生欲让我放下了所有自尊。据说沈宗年年少时就是因为心狠手辣，做事不要命，才会被一个大佬看中，从而平步青云，一飞冲天的。他这样的人不会将人命看得很重。我一边迎合他的吻，一边主动抱住了他的脖子。你刚才说让我主动，我是不会，但我会学的。你教我好不好？我一定会认真学。绵长的吻结束，沈宗年才轻笑了笑。好啊，快
跨坐在他肌肉结实的腰腹上时，我的脸已经涨红的不能看了。可沈宗年却又抬起手，将我垂落在胸前的长发尽数撩到了身后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想要抱住手臂挡住胸口，却又被他攥住了手腕。沈宗年，我怔怔望着他，眼底已经晕了泪，可他根本不为所动。李曼，沈宗年的声音亦是一片疏冷。做都做过了，不用这样矫情的遮遮掩掩。还有，外面雨下得很大，你可以带点声。我含着泪摇头，我做不到。沈宗年，求你了，你别逼我，我真的不行。我低了头，眼泪一滴一滴砸在他胸口。我怕他生气，正着想要抽出手去擦掉，可他却攥得更紧了一些。沈宗年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那个跨坐在自己身上默默掉泪的女人。她算不上绝顶美丽，身材也过于纤瘦了一些，性格也不是特别讨喜，动不动就红眼睛掉眼泪。她但凡哪句话稍微说的重点，她就像是受到了多大的惊吓一样，好似她随时都能弄死她一样的恐慌。还有一个刚刚分手谈了6年的男朋友。沈宗年的眉宇微蹙，他没想过和这样一个女人扯上关系，但荒谬的是，强女干未遂那件事之后，他离谱的常常会想起那个夜晚，想起他扒他衣服骑在他身上的样子，想起他扣住他手腕不许他作乱，他委屈的眼泪直掉的样子。如果说是见色起意，这些年想要往他身上扑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，脱光了贴上来的也不是没见过，但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反应，甚至后来他时常会后悔，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顺水推舟，就干脆坐实了那个罪名，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如今完全成了一个变态，让人24小时盯着李曼和顾金燕。在他从顾金燕家搬出来那1分钟开始，他就像是一个跟踪狂一样跟上了他的车子，将李曼带走那一刻，他把一切都归咎于了自己的报复欲在作祟。可明明是想要报复他的，但却又忍不住的关心他的感受和体验，甚至之前那2次他一直忍着克制着，根本没有完全放纵。饶是如此，李曼却还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，就在刚才还在帮顾金燕那种人渣开脱，其实他当时真的很想直接把他丢到外面的大雨中淋个清醒透彻，但最终却是自己去浴室洗了个冷水澡。沈宗年十分瞧不起这样的自己，他自小就觉得一个男人怎么能被女人给拿捏住，他这次肯定不会再心软了。可李曼低着头掉眼泪的时候，他的心却又被他的眼泪给泡软了。沈宗年抬起手，微有些粗粝的指腹落在李曼饱满的唇上，他人生的娇小纤瘦，但那张樱桃色的小嘴却有着饱满的稍显肉感的唇瓣，吻上去的感觉是真的很好，以至于比起和他做，他好像更喜欢亲他，更喜欢惹哭他，弄脏他。哭什么？沈宗年捏起我的下巴，我不得不抬起脸，眼泪却又颗颗滚落。我只是说你2句，你还什么都没做。沈宗年将我眼角的泪拂去，你就哭成这样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当真强女干你了。对不起。我怔怔望着他，眼泪却怎么都止不住。行了。沈宗年忽然直起身，又将我从他身上抱了下来，顺手扯过一边的薄被裹住我。你现在不哭，我们就睡觉。我不敢置信，就那样撑大含着泪的双眼望着他，傻了一般一动不动。沈宗年勾了勾唇，怎么不想睡？我使劲摇头，立时闭了眼。沈宗年也先被躺下，我下意识地蜷缩了身子，想要离他远一点，可沈宗年直接就将我拽到了他怀里。李曼，睡觉老实点，别乱动，不然挑起火来你自己负责灭。知道了。我老老实实躺着，一动都不敢动，直到沈宗年的呼吸趋于平稳，我才试探着小心翼翼动了动快要僵硬的身子，可刚要从他怀里出来，沈宗年却翻身将我压在了身下。李曼，说了不要勾引我。我没有。我说有就有。黑暗里，沈宗年低头吻住我，他好似格外喜欢接吻，而这一次的吻又是格外的绵长。等到亲吻结束时，我才猛然察觉，不知何时我与沈宗年早已深深契合，而这一次的体验感明显和前2次不同。我有些恐惧地抓紧他的手臂。沈宗年，真的太深了，我怕得全身都在控制不住的站立。沈宗年结实有力的手臂撑在我身体2侧，他俯下身，呼吸擦过我的耳畔。李曼，他到过这里没有？我只觉脑子里轰然一声炸开，眼底的泪决堤一般涌出，却又辨不出是生理性的愉悦，还是从未有过这种体验的害怕惊惧。但抓着他手臂的手指已经绵软无力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大雨泡过的港岛，下一秒就会被那强悍的外力冲撞得分崩离析，雨声喧嚣。昏暗的房间里，沈宗年忽然抓住我的手，贴在他小腹上，紧绷的肌肉上全都是水痕。李曼，他声音沙哑低沉，却又带着艳足的一丝愉悦。你看，你比外面的大雨都厉害。我整个人昏昏沉沉，就如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随波逐流的一艘小船。他的话我听不懂，我只觉得自己这艘小船下一秒就要被海浪撞碎了。港岛这么大的雨都没淋湿我，你却把我弄得浑身都要湿透了。李曼，你说要怎么赔？再次醒来时已经是雨过天晴，沈宗年并不在房间里。我去了浴室，泡在浴缸里许久，脑子里却还是一团糟。从浴室出来，将手机充电开机，无数短信和未接电话涌入，有几个是顾金燕打来的，我没有拨回去，只是将她的联络方式通通删掉了。之前请了假，这几天暂时不用去台里上班，搬家公司也已经将我的行李都送到了新租的小公寓，不到20平的租屋，月租近2万。
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好在这些年顾金燕对我还算大方，我也存了一笔钱，不用担心日常生活。眼下的麻烦就只有沈宗年。可下楼后我根本没有见到他人，在餐厅用了餐，我试探着提出要走，沈家的佣人也没有阻拦我，反而派了司机客客气气地送我回了公寓。我琢磨了一路，最后得出结论，我和沈宗年之间那笔债应该是两清了。这个结论让我不由松了一口气，两清是好事，毕竟沈宗年这样的男人实在太难伺候了。只不过一夜，我就感觉自己被榨干掏空了。如果夜夜在一起，我小命都要不保。新租的公寓不大，我的行李也不多，不过大半天的时间就归置妥当。一房一厅的小户型，我自己住是够了。虽然比不上顾金燕的大平层豪宅，但如今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却也是安心的。下午的阳光很暖，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，梦里面又回到了19岁那年。顾金燕哄着我们在酒店房间里偷尝了禁果。事后我一直在哭，因为疼，也因为害怕。她紧紧抱着我，将一枚素戒套在了我的中指上。曼万，等你毕业，我们就结婚。我在梦里落了泪，可我心里很清楚，那泪不是为顾金燕掉的，而是为19岁傻乎乎的李曼，为那个渴望有一个家的孤苦伶仃的李曼。将顾金燕的联络方式都删除后，她再也没有找过我。曾经的那些圈子，我也淡出远离，所以有关她的消息几乎就很少再听到了。假期结束，我回台里上班，却忽然听到了一个很让我意外的消息：一向与我不太对付的另一个女主播薛昭仪，竟然请到了如今港岛新贵顾金燕上她的节目，整个台里都轰动了。毕竟几乎全港岛的人都知道顾金燕这个人从不参加任何节目，甚至连采访都从不接受。我坐在办公桌前，有些怔愣。当初我的节目因为当期太冷，收视不佳，差一点被台里砍掉。那时候顾金燕刚刚崭露头角，因为生的英俊风流，十分受人追捧。台里领导几次想要请她上节目或者接受采访，都被拒绝了。我也有过这样的念头，甚至只是求她接受一次不露脸的书面采访，不会公开我们之间的关系。顾金燕也拒绝了我。可现在她却要上薛昭仪的节目，甚至没有提出任何苛刻的条条框框。台里准备的问题亦是涵盖面十分广，还有观众们最喜欢的感情问题。但他明明知道薛昭仪和我关系很差，我们从毕业开始实习的时候，他就一心想要把我踩下去。顾金燕是故意的吧？只是我想不明白，他有了外心，有了新欢，我分手搬走给新人腾位置，他不是应该感谢我才对？想不明白，我也就不再多想。不管怎样，这也是薛昭仪自己的本事和运气。眼下我也没其他办法，只能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但下午的时候，再次收到了新晋影后经纪人的拒邀，我并不意外，毕竟这档节目一直不温不火，能请来的嘉宾多数都只是糊咖。曼万要赶紧想办法了，薛昭仪这期节目肯定爆火，到时候砍掉我们的栏目就顺理成章了。我知道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如果能把沈宗年沈大佬请来就好了。当然，我也只是在做梦。搭档叹了口气，又摇摇头。薛昭仪运气是真好，其实本来台里是打算砍掉他的栏目的，谁知道他竟然请来了顾金燕。曼万，你说他和顾金燕之间不会有点什么吧？我想了想，听说顾金燕有女朋友，薛昭仪应该和他没什么关系吧？但我很快被打脸了。下午时，薛昭仪收到了999朵红玫瑰。6点下班时，顾金燕的宾利就停在了电视台楼下正门口。薛昭仪换了一条很漂亮的抹胸裙，欢喜雀跃地上了顾金燕的车。晚上9点的时候，我刷到了薛昭仪的 ins， 顾金燕带她去的餐厅是我最喜欢的旋转餐厅，照片上有3道菜都是我的最爱。握着刀叉的男士修长的手指，中指上还戴着一枚素圈戒指。我看了6年，熟悉的不能再熟悉，是顾金燕的。我笑了笑，放下手机去洗澡。从浴室出来时，从前的一个朋友忽然打了电话过来，我按了接听，耳边传来的却是顾金燕的声音。李曼，她的声音有些微冷，染着明显的醉意。你搬回来，我就上你的节目。我忍不住笑了。顾金燕，我走那天就决定了，不会再回去了。李曼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如果我真的上薛昭仪的节目，你的栏目会被砍掉，你会失业。所以呢？顾金燕的声音忽然变得温和。我已经把那个实习生开除了，还有，我没有碰他。李曼，你没有家人，亲人也都很疏远，你该很清楚的，只有我才是你的依靠。顾金燕，曾经我是这样想的，但是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了。李曼，你不要这么任性，以后不要再打给我了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朋友的电话也被我放入了黑名单。那些朋友本来也就是顾金燕的朋友，我们分手了，自然也就没了再继续来往的必要。手机忽然又响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我自然以为是顾金燕打来的，直接挂断，又拉黑。片刻后，又一个陌生号码发了一条信息过来。李曼，你再挂我电话试试呢？我有些怔愣，回了一句，请问哪位？电话很快又打了过来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，却是沈宗年的声音。李曼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是你的电话。那你以为是谁的电话？顾金燕。是。电话忽然就挂断了，我有些不明所以，但却也没有再打过去。直到快睡着的时候，那个号码又打了过来。李曼，开门。我的卧室很小，床更小，浴室也小得可怜。沈宗年洗完澡进来，看了一眼我的床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我睡沙发吧。我站起身就要出去，
1米2的单人床，睡他一个人都憋屈。沈宗年却直接关了卧室门。我是来睡你的，又不是睡床的。我的脸有点烫，你小点声，别乱说，这房子不隔音的。沈宗年摘了浴巾丢到一边，他居高临下睨了我一眼，该小声的是你。将我压在床上时，沈宗年又说了一句，哭也小点声，免得隔壁听到了，以为我在强女干杀人。我实在忍不住，瞪了他一眼。你能不能别把这2个字挂在嘴边上？沈宗年一边脱我的睡裙，一边很无所谓的勾了勾唇。还不是拜你所赐。我无言以对，只能闭嘴。床太小，施展不开。房子不隔音，我咬紧了嘴唇，一点声音都不肯发声。沈宗年不尽兴，明天你就搬家，别住这里了。搬啊，更好的房子我租不起，港城的房价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给你买套房子。沈宗年又低头吻我。明天就搬。我刚要拒绝，沈宗年却又说了一句，你听话搬过去，我就上你节目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但有一点，采访的问题由我提供。沈宗年要上我节目的消息，第2天就在台里传开了。而更让众人兴奋不已的是，沈宗年的秘书带来的那个核爆级别的重磅新闻。沈先生会在节目上官宣一件喜讯，我能透露的只有一点，是感情方面的喜讯。台里的领导简直乐疯了，我的搭档也兴奋的不行。沈宗年这样的传奇大佬，平生第一次上电视台参加直播节目，这比顾金燕上节目有看点100倍啊！毕竟10几年前，沈宗年还在码头搬货呢，如今却是搅动港岛风云的大人物，谁不对这样的男人好奇不已？热闹退去后，我自己煮了一杯咖啡，坐在办公桌前，一个人发了会儿呆。沈宗年要在节目上官宣一件喜讯，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应该和他的婚事有关。他的未婚妻会是谁？如今港城青睐他的名媛不知凡几，好几个世家大族都有和他联姻的意向。沈宗年出身不大好，虽然如今事业有成，但论起根基，还是比不上那些豪门大族。他应该会娶一个出身优渥的千金小姐吧？这一切自然与我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昨晚他说给我买一套房子，让我搬过去，所以是要我做他的情人。我虽然人微言轻，只是个普通微末的电视台小主播，但做情人这样的事，我也是绝不会答应的。哪怕他是沈宗年，哪怕跟了他，我就能一步登天。我没有搬到沈宗年送我的那套房子里。第2日又给台里递了辞职信，拒绝沈宗年，节目的事自然会夭折。我这次依然是薛昭仪的手下败将，与其等着节目砍掉，不如自己辞职。但台里领导的神情却有些古怪。李曼，你现在还真不能辞职。为什么？因为顾金燕也要上你的节目。他推掉了薛昭仪的节目，要和沈宗年一起上你的节目，还要同一期。我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到底是顾金燕疯了，还是我耳朵有问题听错了？李曼，沈宗年那边已经同意了，而且顾金燕也要在节目上官宣一件喜讯。这消息要是放出去，那整个港城都要炸了。李曼啊，这可是天大的福气，这次节目播出去，你就一战成名，一炮而红了。辞职信你还是先拿回去。领导将辞职信递给我，赶紧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吧。明天就开始录备播，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状态。回办公室的路上，我遇到了薛昭仪，她的妆花了，眼睛红肿，刚哭过的样子。见到我，她几乎恨得咬碎了银牙。李曼，都怪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，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。顾金燕明明是你男朋友，你却让她这样戏耍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怎么会有你这样恶毒的女人？薛昭仪像是忽然癫狂了一样，抓起一个花盆就往我身上砸。我穿着高跟鞋，躲闪间差点被地毯绊倒，只能无助地抱紧了自己的头。可花盆没有砸在我身上。沈宗年不知何时赶来的，他挡在了我身前。那只花盆砸在了他的额上，很快就流了血，台里乱成了一团糟。薛昭仪被保安拉了出去，有人打了急救电话。我呆呆坐在地上，捂着沈宗年额上的伤口，鲜血从我的指缝涌出，温热粘稠。我的意识方才一点一点回笼。沈宗年，我怔怔喊了一声他的名字，跟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也许是眼泪掉得太凶，沈宗年扯了扯嘴角，笑了。李曼，你又哭什么？你别说话了，你在流血。沈宗年，所以我流血，你哭什么？我答不上来，只是看着他满脸的血，不停地掉眼泪。沈宗年被送到急救室缝针，我失魂落魄坐在走廊长椅上，直到他被护士推到病房，叫我过去。我看着他额头上贴着纱布，又缠了绷带，那样高大结实的一个人，如今躺在那里，脸色却有些虚弱的发白。疼不疼？我忍着泪，小声问他，要不要喝点水？沈宗年点点头，又摇头。你坐这儿。我听话的在他身边坐下来。李曼，亲我一下。过来，亲我一下。沈宗年，你还受着伤？只是额头上受了伤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我站起身要走，沈宗年却忽然低低呻吟了一声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过去看他额上的伤。沈宗年却揽住我的腰，直接将我带到了他怀里。他仰脸吻了我，又肆无忌惮的深入，吻得越来越深，直到我气喘吁吁。李曼，你怎么这么好亲？沈宗年的手指摩挲过我微肿的唇瓣，忽然又压低声音说了句荤话。我瞬间红了脸，一把推开他。你想都别想。沈宗年很有些无赖的挑了挑眉，想想都不行了，想也不行。吐！我瞪他一眼，无赖，流氓，骂的没错，13年前我本来就是个无赖。我不理你了。沈宗年忽然笑了笑。李曼，我受伤了，今晚你给我煮点汤吧，让你家佣人煮。
说完，我其实就后悔了。不管怎样，沈宗年这伤是替我受的，我只会最简单的百合银耳汤。巧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道汤。那我晚上给你做。沈宗年唇角笑意更深。好啊，那你晚上好好做。我总觉得他这话说的有点变味，但又觉得应该是我自己想多了。只是晚上我给他煲好汤，他喝了2大碗，就喊着头晕，让我扶他回房间后，我就知道我根本就没冤枉这个满脑子都想着做的无赖。而那天晚上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主动帮他脱衣服、洗澡，主动跨坐在他腰腹上，笨拙的一点一点将他吞掉。但我疏于锻炼，体力不足，不过几分钟就耍赖不肯再动。沈宗年倒是没恼，也或许是受伤的缘故，今晚颇有些和风细雨的味道。但我很喜欢到最后，我舒服的在他怀里睡着了，连怎么洗的澡都不记得了。第二天我醒来时，沈宗年还在睡。我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，又想了很多事。原本在知道他即将订婚时，我就决定不会再和他纠缠不清。可昨天他因为我受伤，这一夜就当我们扯平了吧。好像从一开始，我和沈宗年之间，不是在想着如何两清，就是在考虑怎么扯平。但不管立方怎样，也算是有始有终了。我没有叫醒他，去洗了澡，就离开了沈宗年的别墅。薛昭仪被警方带走了，可能要面临拘留。我再次提交了辞职信。从台里出来的时候，遇到了顾金燕。李曼，她叫住我，站在夏日明媚的阳光下，依旧英俊而又风流，可却再也不是我曾经爱过的样子了。你要辞职？是。你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吗？我确实很喜欢这份工作，只是如今也确实有些心力交瘁，没有后台，不肯接受潜规则，那我就只能坐冷板凳，而要依附于男人往上爬，那就永远落人画饼，低人一等。不做也好，我本来就一直不赞成你出来工作，又辛苦，薪水又低。顾金燕走到我面前，做全职太太不好吗？当初我刚赚到钱的时候就和你说过了，我不希望我的太太出去奔波辛苦。如今既然你辞职了，那就跟我回家吧，慢慢，以后我来养你。他很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，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和那个实习生暧昧过，没有和别的女人上过床，我们根本没有分开过一样。太阳渐渐刺眼，我不由眯了眯眼，觉得眼前的顾金燕怎么就能面目全非到这样的地步。我抽出了手，顾金燕，我们早就分手了。曼万，好了，我知道上次让你生气了，但是过去这么久，你的气也该消了。我不是在生气，我心平气和地望着他。顾金燕，我是认真的。他脸上的笑意终究还是一点一点地消散了。李曼，你已经25岁了，不要这么任性，孩子气。没有工作，离开我，你以后怎么在港城生存？见我不说话，他又放缓了声调。你不是一直都想要和我结婚，想要一个家吗？李曼，婚房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白家道那边的山顶别墅，就按你喜欢的样子去装修布置，好不好？我想要拒绝，只是话还没说出口。沈宗年的声音忽然在不远处响起。所以，李曼，你不肯搬到我送你的房子，是因为他给你的房子比我的大。沈宗年就那样靠在车上，嘴角咬着一支烟，一副魂不吝的无赖样。他头上的伤大约是碰到了，绷带上沁出了一片鲜红。我瞬间就皱了眉。你现在不能抽烟。沈宗年抬手摘了烟，却也不掐灭。不过据我所知，白家道最大面积的山顶别墅是我买下的，他买的那一栋没我的大。李曼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别捡了芝麻丢西瓜。顾金燕的脸色一片铁青。沈宗年，你什么意思？沈宗年摊了摊手，这不是很明白吗？给我女人送房子呢？你女人？顾金燕倏然咬紧了牙关。她什么时候成你女人了？沈宗年却笑了。这不是当初你自己把她送到我身边的吗？顾金燕脸上的神情骤然变了。沈宗年却也没有再和她废话。当初李曼喝过的酒和饮料，我都让人妥善放好，现在全部送到了警方那边。顾先生，如果你是冤枉的，那法律自然会还你清白。但如果你真的是罪魁祸首，那法律也绝不会饶过你。我也不会饶过你。沈宗年掐灭了烟，警方的车子此时也已赶到。他不再多言，越过满脸颓然之色的顾金燕，走到了我跟前。李曼，我已经做了将近5年的好人了，现在我可以喜欢你了吗？我倏然睁大了眼，燥热的风吹过，几乎完全湮灭的记忆忽然间呼啸而来，是刚刚在海难中失去双亲的少女，是在码头靠血汗混一口饭吃的混混少年。原本不该有交集的2个人，忽然就因为那场变故有了交集。惶惶不安的少女为打架中受伤的少年擦拭脸上的血，又将自己书包里的卡通创口贴贴在了他额上的伤口处。少年迷迷糊糊间抓着她雪白的裙摆不肯放手，心软善良的他就抱着她坐在脏兮兮的地上，一直没有离开。后来他们分开时，少年问那个单薄瘦削的女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以后可以去找你吗？我能喜欢你吗？女孩把书包里的创可贴和零钱都塞给了他，闻言也只是抿嘴一笑。那你要做个好人啊，打架斗殴的男生不可以喜欢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他的。做了好人就可以喜欢你吗？当然啊，被人喜欢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呢。他对他摆摆手，我要走了，以后都不会再来这里了。他失去父母，要去亲戚家借住，要离开这里，去新的学校，开始新的完全不同的人生了。后来长大了的他早已忘记了那件小事，他也遇到了喜欢的好看的男生，傻乎乎的就交出了真心。
而在漫漫的时光长河里，却有一个人没有1分钟忘记过他。没人知道他吃了多少苦才走到今日，才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好人。可那时候，他心里的人已经有了喜欢的人。可就算如此，他也没有想过去找别的女人，去喜欢别的人。直到那天晚上，直到那场意外发生。其实那样拙劣的手段，他这种经历无数风浪的人，一眼就看穿了。但当时他心里所想的却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让他受伤，不能让他难过。所以那口气他硬是咽了下来。他没去报复顾金燕，直到一直跟踪他的人说他在收拾行李，要从顾金燕的房子搬走。直到他亲眼看着他拿着箱子离开，他1秒钟都不愿再忍再等，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。是你。几乎模糊的记忆一点点复苏清晰，而眼前的沈宗年和那个留着寸头、手臂上有纹身的少年，无论如何都无法重叠。你的纹身早就洗掉了，只是那时候没钱，留了疤。沈宗年卷起衣袖让我看他的手臂，确实还有几片清楚的疤痕印记。李曼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沈宗年的神色认真无比。你确定你现在是好人了？哪家的好人会像你这样？沈宗年微微皱了皱眉。李曼，他上前一步，直接低头吻住了我。还是亲你的时候最乖。青天白日，人来人往的。我伸手要推开他，他却又捂住头上的伤，呻吟了一声。李曼，我伤口疼。我立时吓得不敢动了。沈宗年心满意足地吻了我好一会儿，又开口，今晚还帮我煮汤好不好？你想得美。李曼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不健康的东西？我只是让你帮我煮汤而已，根本没有别的意思。沈宗年特别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我不免有些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真的思想龌龊。当真？沈宗年特别认真的点头。我半信半疑上了他的车，煮好银耳百合汤，他又喝了2大碗。然后借着受伤头晕，骗我扶他上楼，这一扶就扶到了床上去。被他抱坐在身上时，我抬手制止了他。沈宗年，你之前说要官宣一件喜事，是什么？有些事我总要问清楚的。毕竟，就算我对他有些动心，就算我们小时候有段渊源，但我也不愿意去做第三者，见不得光。如果他真的要娶别人，那现在断了，也不会太过伤筋动骨的痛苦。沈宗年躺在床上看着我，皱了皱眉。李曼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问这些？我向下瞥了一眼，不由吞了吞口水。但我是个很有原则的人，有些问题是必须问清楚的。你说不说？你不说我现在就走了。沈宗掐住我的腰，直接将我摁了下来。还能是什么？我28了，自然是想结婚。和谁结婚？和那个时隔多年第一次见面就扒我裤子的女人。沈宗年，我气得扑过去想要捶他。沈宗年笑着看着我，没有躲，任我打了他好几下。打够了吗？他慢条斯理坐起身，很轻的一巴掌落在我臀上。现在该我打了。沈宗年，我气鼓鼓瞪着他，沈宗年却低下头，很温柔地吻住了我。李曼，我喜欢你很多很多年了。全文完。